来到生死的桥梁，聆听一场无声的宣讲，不伪装，过迷障，浮生虚妄，雕像总暗藏，将因果拆成行，企图跌宕，虚从与伪貌已否认，写遗忘，路在编织着光，眺望无畏四野奔荒，仰望中途一字人间长廊，待真相越深埋越嚣张，终被释放。我叫楚楚，因自小仰慕玉面判官，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仵作，所以只身前往长安参加三法司的仵作考试。但我却将王爷当成了考题，险些当众扒了他的衣服。幸好断案如神的王爷独具慧眼，给了我一个考察留用的机会。我竭尽全力，凭借独特的仵作技艺，成功留在了三法司，从此开启了两眼一睁便是验尸的美好生活。在这里，我结识了新的挚友景少卿，聪明机敏，还有一手识人变谎的好本事。冷女侠不仅功夫了得，更有侠肝义胆，为保护我而受了伤，却还反过来安慰我。我发挥仵作才能，配合王爷精准还原现场，携手侦破了危及皇权的大案。我也因此受圣上嘉奖，收获了御赐仵作的殊荣。我和王爷在危难中相爱，我们既是夫妻，又是并肩作战的伙伴。婚后的日子，甜蜜又充实。别慌，3年已过。唐中晚期，宣宗皇帝忧勤无怠，特设三法司，擢安郡王萧锦瑜执掌天下刑狱事务，惩奸除恶，平反冤案，肃清纲纪。然总有奸小蠢蠢欲动，四邻亦虎视眈眈。时值皇帝千秋寿诞，四方纷纷遣使来朝。都这个月份了，怎么能这么冷啊？哎，喝点酒啊，就不冷了。今夜还是清闲啊。嗨，明日皇帝千秋寿诞，取消夜禁，那才是有的忙的。哎呀，就那仨瓜俩枣的想，咱们随便转转得了。天子脚下太平的很。什么动静？都仔细着些，明日寿宴四方来朝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是。你们谁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岔，休怪我不念往日情面。他来了，他又来了！你怎么回事？毛手毛脚，什么来了？鬼，闹鬼了！鬼？这宫中鬼神传言何其多，谁见过真的？忙去吧。
王爷，你看，怎么了？囟门位置偏低，额骨突出，颞骨外扩，顶骨至枕骨之间又不大饱满。有什么不妥吗？发髻这样梳，显得我的颅骨和你的太不相配了。颅骨和我相配？眼睛是会骗人的，发髻梳好了，可以让人的整个颅骨看起来比真实的样子要更好看。你的颅骨生得太好了，我得把头发好好修饰一下，这样才能显得与你更相配。让本王看看。安郡王妃怎么骗人呢？分明是天生一对。寿昌节宴说到底不过是吃顿饭，不必那么紧张。你放心，宫规我都已经学会了，不会让王府，更不会让三法司难堪的。你每日在三法司忙碌，何来时间请的教习啊？不是教习，是冷月。冷月？其实这些规矩，也不是非学不可。成亲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正式的参加宫宴。我是安郡王妃，不能给王府丢脸啊。是我要劳烦你拨冗陪我走一趟，你愿意去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。楚楚，我给你带了衣服，还有梳妆用品。你何时能学会进来敲门呢？还教人规矩？打扰二位了。冷月，怎么是你把这些东西送来的？武枪呢？看来是王府的马车被堵在西市了，恰巧被他撞上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发髻上的花瓣状杂质是店铺开张时撒的。拨一下，拨一下。衣服还有包袱上的金粉，是西市成衣铺常年挂在外面的纱巾上的。衣摆还有鞋子上的青苔，说明你操了一条劲路，一条万众瞩目的劲。你们安郡王府的人可真是没有凑热闹的经验。今天是寿昌节，城内人多，武将还驾着马车来送东西。你们就在这儿梳妆啊？啊，公务众多，来不及回王府了。正巧平日入殓的梳妆所用都是现成的，便请王爷帮忙了。正好你来了，我也去准备准备，一会儿见。安郡王的手伸得也太长了，他那三法司如今掌管着整个长安城大小案件，京中安防、犯事官员调遣，就连四方使臣都要跟着他的章程走，就连口肉汤也不愿给我等各府州的御史留。肉汤，二位大人，我等在京的官员有口清汤喝就不错了。哟，京长好，偷偷吃点，偷偷吃点。各怀贵态，唯独对锦瑜同仇敌忾。若说这京中女眷的表率，那定有安郡王妃的一席之地了。我听上一任黔州刺史的夫人说，这安郡王还亲手做过一套验尸工具送给安郡王妃，多邪门的定情信物！安郡王妃是个奇人，整日穿着仵作的衣服往尸体堆里扎。那仵作服便是我的官服吗？
你看，王爷跟锦衣他们都可以穿着官服参加宫宴，我就不行。衣服只是用来修饰那些草木渔夫的，你可是大唐第一御赐仵作，陛下亲赐的，多难得啊！我相信，有朝一日你一定能穿着这身仵作服进宫的。你说的对，那今日寿宴我就让他们看看，仵作王妃不会比任何一个夫人差。安郡王到！安郡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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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新罗茶叶闻名遐迩，特您什么时候空了，请您品品。安郡王，我们正使被三法司请去喝茶，已经喝了1个月了，不如让我们正使换个地方请您喝茶。安郡王，我京郊这栋宅子山清水秀，景色优美，您看一下，鲜花着锦，烈火烹油。内眷和外臣分席而坐，命妇贵女都在内眷席。如今宫中是惠妃娘娘掌六宫事，内眷这边都以她为尊。没错。对了，若是娘娘问起你在三法司当差的事，不能撒开了往实说。我们每日抛头露面，而宫院之内极重男女大防，宫女侍卫私下稍有往来便会获罪。大唐律里也没这种说法呀。律令是律令，宫规是宫规，咱不跟他们掰腕子。恭喜你，之后就和安郡王一样，荣升为大家的眼中钉了。贵邦贩卖的茶叶远超上报之数，涉嫌私卖。贵邦使臣月余间拜访我朝官员18位，礼赠超10000两白银。至于你侵占京郊良田建私宅，我三法司奉律查封，喝茶就不必了。诸位先把正事办好。我等皆是外士，意欲交好安郡王，乃是邦交之幸事。可安郡王如此行事，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吗？我大唐律法，不论身份。正好，我三法司有事要劳烦高大人。只怕我帮不上安郡王的忙啊。经三法司调查，近年多地多有对我边境百姓又以高薪，哄骗他们偷渡南诏。三法司多有追查，但如今尚有多人下落不明。还望南诏尽力协助缉拿要犯，还我大唐失踪百姓早日归唐。活见人，死见尸，此案方可作结，还苦主以公道。拜见惠妃娘娘。安郡王妃请起。谢惠妃娘娘。娘娘当心！安郡王妃，你怎么能带利器入宫？这不是利器，这是我验尸用的器具。安郡王妃，今日可是圣上寿宴，你居然带着这样的晦气之物来！幸好今日席上诸位夫人没有身孕，否则岂不冲撞？赵夫人放心，我每次验完尸都会把它们清理干净，剖解后的尸体也都会重新缝合。我们尊重尸体，替尸体说未尽之言，所以不会有冲撞的。安郡王妃，少说2句。都入席吧。谢娘娘。还有与诸位各邦相关的案子，我三法司已经一一梳理明细，送至诸位下榻的驿馆，还望诸位通力配合，不要使一名案犯逍遥法外。安郡王，圣上驾到！臣等恭迎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诸位爱卿，平身。谢陛下。金宝，开宴！你们听见了吗？万岁！万岁！萧将军，请。请。今日宫宴是本宫操办，大家尝尝，看合不合胃口。有劳贵妃娘娘。这个我熟啊。我总觉得他这是拿着炙肉当尸体呢。护驾！护驾！丑陋在跳！鬼！啥？有鬼！有鬼啊！发生什么了？大家别怕，这只是一名死者的颅骨。诸位莫慌，许是什么动物钻进了这空腔里。你怎么知道？之前听楚楚提起过，是只蛤蟆在里面。水塘里时常有人畜不慎跌入，应该是它身量还小的时候钻进死者颅中吸食脑髓，后来长大了就出不来了。尸骨被动物衔上来，偶尔会有此情况出现。你是说这芙蓉池里有尸骨？这颅骨与颈骨相连的部分比其他部分要干净很多，说明刚脱离颈骨不久。尸体的其他部分应该还在池子里。宫中怎会有如此晦气之物？速传宫正前来。楚楚，你可有所发现？死者头盖骨成熟，前额平缓，枕骨、眉弓骨突出，下颌角较宽，颧弓粗壮，应该是成年男子。从牙齿磨损来看，年约30，眶圆圆润，鼻部凹陷，这是中原人的特征。尸体在腐烂的过程中被水藻附生，它在里面泡了至少有半年了。半年？这是怎么半年都没有人发现？娘娘恕罪，下官来迟。这就将骨骸带走，仔细调查。您放进来就好。安郡王妃，本宫知道你是3法司仵作，但此事出自宫中，当交由宫正处理。娘娘可知死者是什么人？本宫怎会知道？宫中守卫森严，出入皆有详细记录。死者
极有可能是宫里的人。娘娘执掌6宫事，若是有什么人失踪了这么久，早就应该报在您这里了吧？放肆！你是在审问娘娘吗？而且，如果她死于非命，那害她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宫里的人。安郡王妃，你休要危言耸听。今日诸多外使在这里饮宴，你非要将这样不吉利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你是何居心？金宝，着人安排众卿家去紫云楼饮宴。是。愣着干什么？过去把脏东西拿走！若是惊扰了圣驾，要你们脑袋！大胆！你们敢对安郡王妃无礼吗？那安郡王妃交给奴婢吧。石青姑姑。够了！安郡王，景少卿，跟朕过去看看。是。你们胆敢在境内如此放肆，以下犯上妖言惑众，不重罚，无以正宫规。娘娘，安郡王妃也是为了您和圣上的安危着想。圣上驾到！恭迎圣驾。免礼。谢圣上。怎么回事？回禀陛下，是池中发现了一名失足溺亡的宫人，妾身正在处置。就是安郡王妃手里拿的那个脑袋。是。惠妃娘娘还真是明察秋毫，断案如神，仅看脸他人手中捧着的颅骨，就能断定死者是失足溺亡的宫人。冷月，你来说。回禀陛下，方才这颗头颅突然从池中跃出，是被安郡王妃掷下。娘娘想让公正接手，可是安郡王妃担心死者的死因不明，且很有可能凶手还藏匿在宫中，因此发生了争执。陛下，我不是有意冒犯惠妃娘娘，只是死者的其余骸骨应该都还在池中，死因也未查明。我作为御园中唯一的仵作，理应以死者为重啊。安郡王妃不愧是圣上心眼有加的仵作，时时处处都在履职尽责，着实令人感佩。只是镜中之事，并非三法司全职之内，宫有宫规，此事还是交给公正处置更为妥当。娘娘所言甚是。不过，陛下，今日宴席，百官和外使云集，若另选仵作，让公正带一帮人查案，恐怕会有扩大事态的风险。不如就地取材，让我和王爷来吧。若陛下准允，臣愿领在场众位，尽快做一番调查。倘若此事当真涉及凶案，再请陛下定夺。惠妃娘娘此前也说，陛下对楚楚的仵作技艺是亲言有加，娘娘向来与陛下同心一出，想必娘娘也定是看重楚楚。那是自然。就依安郡王所言，速速查明回禀朕。是。惠妃，你随朕来。恭送圣上。王爷，你看，刚才没怎么你吧？死者这颗牙齿生前是坏掉的，说明他生前经常牙疼，饮食有很多忌口，身边熟悉他的人应该都知道。侍卫太监，你明天查问一下。交给我。宫女那边，我跟冷月说话方便点。明日我们一同去。好，辛苦大哥，今晚带人把尸体捞上来。还跟大哥客气，这熬夜办差，那可是咱的强项啊！快回去，快回去，快回，快回！今日你是怎么了？妾身失仪，请陛下责罚。你掌管后宫事务这些年，一向也是端庄大度，处事周全，怎么遇到这大场合时，还不如一个年轻小姑娘识大体？陛下容禀，
实在是事出突然，娘娘真的已经尽力周全了。还有你，在宫里伺候多少年了，大庭广众之下居然动起手来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奴婢知罪，是奴婢一时情急失了分寸，还请陛下娘娘责罚。陛下息怒，妾身知道安郡王妃与一般宗室女眷不同，她在三法司效力是陛下的恩旨。今日她在圣寿宫宴之上不顾大局，闹得不成体统，若传扬出去，这……真没事啊？没事。再多几个人也动不了我一根头发。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打你一顿试试。夫人威武。你有没有觉得惠妃娘娘今天有点奇怪啊？你也觉得是吧？嗯。今天晚上虽然是京兆尹夫人一直在煽风点火，可是我总觉得惠妃娘娘一点都不生气，她更像是在害怕。也不是害怕那颗头，而是在害怕楚楚。楚楚，你们做事也太不当心了。如今可好，三法司介入，他萧景瑜是什么人？阎王来了都得让他检查生死簿。若真是被他查出什么，是下官疏忽，真没想到三法司越权越到后宫里来了。若到了连本宫都保不住的那天，他知道该如何做。夫人辛苦了，这么晚还要研究这颅骨，好重啊！我的脖子都要僵了。我给你拆了，来。当王妃可比当仵作难多了。都怪我之前疏于人情往来，害你受委屈了。惠妃那边我去解释清楚，别担心。是我大意了，明明一直挺想要注意自己的身份，可是看到这尸体和案子就没忍住，还搞得这么狼狈，对不起啊。肩膀疼不疼？给你按按。王爷，你猜我抱着这个颅骨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想什么呀？果然，大多数人的颅骨都没有你的好看。没那么好看，你刚才抱那么紧。那我这么好看的颅骨，之前都没被你这么抱过。若是有人要随意处置你的颅骨，我也一样不会放手的。那我带我的颅骨先谢过了。好痛！大胆狗贼，闯到三法司来了！我不是贼，我是光明正大的。丫头，救命啊！丫头，哥，谁？哎，去！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哥当然是来看的了。这去了王府才知道，你们已经很久没回去了，所以才来三法司。哎，大舅哥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我刚才下手没轻没重的。你还知道我是大舅哥啊？哎，我就说嘛，咱们三法司戒备森严，那一般的小毛贼他哪进得来啊？楚楚来信说，这王府这好那好，我得亲自来看他到底有没有受委屈。还好是来了，这怎么当了王妃以后更辛苦了？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？今日三法司事多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加上今日寿宴又有案发，才办差至此。以后我一定让他多休息。还以后干嘛呀？现在就回去休息。吴强，你先带我哥回去，我等一下收拾一下，马上就回来啊。丫头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大舅哥，这边走。哎呀，洗澡水我都给你倒好了。来，走。
我哥打小就是这样，总是担心我这不行那不好的。现在我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他还是当我是小时候一样。他不是担心你，是担心我。担心你？担心你什么？担心我欺负你。王爷、王妃，大舅哥来过了。哇，这是我家呀！黔州的？对啊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些都是我黔州家里的东西。哇，这只小狗是我亲手捏的，王爷你看像不像？像。我最初想当仵作的时候，衙门都不肯收，说从未有女子当仵作的。我哥当时都收了别的徒弟，都不肯带我。这些册子，好多都是巫医大叔写给我的。我当时还偷看我爹和我哥的书啊、卷宗啊，后来才知道他们早就发现了，只是没拆穿我罢了。哎，你来。王爷，你知道吗？黔州夏日热，我爹就让哥去山里砍了藤条，学做编席子。他们年年都给我做新的。这个躺在上面可凉快了，你要不要试试啊？好，是挺凉快的。还有这个纱帐子，我们老家蚊虫多，我哥说了，女孩子是不能被咬出疤的，就偷偷用工钱给我买了这个纱帐子，我夏日里都会挂着。我哥以为可有用了，其实还不如我爹的艾草包。就这个，王爷你要不要带一个在身上？这里面除了艾草，我爹还加了许多药粉在里面。我们经常出入阴湿的地方，这防虫效果可好了。那就有劳夫人了。楚楚，我很开心。什么？开心你一直没有放弃做仵作，因为有你这个唯一的女仵作，三法司才能介入此案。你也想查这个案子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惠妃娘娘、宫正还有那个大宫女，她们有点不对劲啊？没错，他们看见骸骨的反应都不太对。人在紧张或想撒谎时，脸上的皮肤会不由自主的僵硬收缩，为了遮掩会露出不合时宜的假笑，周围的皮肤被挤向眼眶，但眼眶却没有丝毫活动。双眉会抬起并聚拢，视线回避询问者的目光，眨眼次数明显增多。更有甚者，还会出现因嗓子发干而不停吞咽、额头、眼窝及鼻翼两侧流汗的情况，所以他们的反应一定有问题。他们不想让我们带走尸骸，或者说这具尸体背后的秘密和他们有关。怪不得你平日里总说一个人的表情会出卖他的内心。察言观色这一块，你夫君在大唐可是数得上号的。这么准吗？那依夫君所见，我平日看起来凶吗？当然不凶了。面部僵硬，吞咽，假笑。看来在景大人心中，我真的如京中传言一般，脾气不大好啊。不，夫人，你听我解释嘛。表情这东西啊，它也是有误的。而且啊，在我看来，当家主母就应该威严一点，镇宅呀，夫人。威严是吧？啊。你现在已经学会预判了是吧？良辰手啊，夫人。好，来。夫人，我再也不预判了。大哥，王爷，楚楚，恭喜你终于如愿，穿着仵作服进宫了。偷王爷的符，没找到尸骨。我命人循着头骨跃出的位置下去仔细搜索过，一无所获。楚楚，你说死者至少死了半年之久，那就是去年冬，
去年冬暖，各处的水都没有结冻时，按理这尸首不出几日便会浮上来，早该有人发现才是。是不是掉下去的时候卡石头缝里了，或者他身上被人绑了重物？有可能。可惜只有死者的颅骨，没办法判断他是怎么掉下去的。看这边。颅骨随着蛤蟆移动，但其余部分即便被鱼啄残，也会以尸沉处为中心向周围扩散。应该就在御花园水系这一带，再找找，看有没有其他线索。芙蓉园这半年都在为寿昌节做准备，若是有人落水，不会没人发现，应该是夜间发生的。对啊，夜间即使有守卫，也是按规定时辰巡逻。这片假山的形状和位置，夜里必会有一大片暗影，侍卫或许会忽略这里。从这里下水看看。是。你们这里下水。王爷，你来。这里怎么会有南瓜秧子？南瓜？南瓜在初秋播种才易成活。不过这里阴凉干燥，种子冬日掉落，藏到春日，温度合宜又有雨水，也能发芽生长，只是光照不好，长得不太好。这个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磨过。大哥，来。个儿不高，矮呀，双筋盖心高呀，儿童补钙有高招，双筋盖心小金条，这招高呀！儿童补钙就选双筋盖心小金条。邀请观看《御赐小仵作2》。岁月点滴一如香红渐细，来时孤行，白驹过隙，召唤延续回忆的脚印，走出弯曲。两情若能比喻，风雨皆是途径，回望时已天晴，与你的枝叶并联里，纠缠自相依。长路崎岖，化作日月归期，或如心流转四季，闪耀着梦的希冀，人世不再褴褛。放你在我的心，才敢拥抱恐惧，静待流言的平息，辜负命运的潮汐，你盖着天地。这份爱的不易，岁月相思不已，如同陷害沉溺，搜写第一口重新。这份情长不渝，岁月白首不分离，旧时光来执笔，书写永恒的结局。这份爱的不易，岁月深信不疑，如同前非